我呕心沥血为你求来这世子位，为你铺平仕途，你竟要求我致死！为你自己的虚荣脸面，你害我与亲生母亲分离20年。你这种蛇蝎心肠的女人，也配当我母亲？亲生母亲，你在说什么？父亲，表姨，请。文静谈，你竟然没死！明熙，这10年辛苦你了，我看在夫妻一场的份上，给了你一世侯府主母的尊崇，现在该把位置还给月心了。姐姐占了这么久的位置，也该知足了。我操劳一生，孝顺公婆，教养子嗣，天上全部身家兴旺着门楣，到头来竟只是你们一家3口重聚的垫脚石！你还想怎样？你要的体面我已经给了。体面？既然你要体面，那我们就一起体面的走。疯子，你这个疯子！快开门！来人！文静谈，这侯府的一草一木都是我的血汗，我得不到的，你们这群畜生也别想带走！若有来生，我要你们生不如死！穆明熙，你与敬堂成亲3年无所出，早已犯了七出之罪。我宁安侯府现在便写休书赶你出门，也天理昭昭。明熙，你就算不为静苗留后，也该为自己打算。你这般年轻，难道要守一辈子活寡，孤苦到死吗？你倒是给个准话，别装傻。是文静堂下葬这一天，我竟然重生了。烈火焚身之痛，我一日未忘。你们欠我的，这一次我连本带利一一讨回。上辈子我死守贞洁，拒绝大伯奸掏2房，他们便抱来这个孩子，说这是敬堂唯一的指望。我信了，我为他请世子阴风，耗尽嫁妆铺路，把他当成亲生儿子，捧成御前红人。我以为我总算没有辜负文家。为了你的体面，让我骨肉分离，寄人篱下，你这是虐待！我要让你生生世世都后悔！明熙，念在你与敬堂成亲3年，感情深厚，我宁安侯府也并非容不得人。可你身为儿媳，总不能真让敬堂无后，这样我与你父亲将来怎有脸去见列祖列宗？明熙啊，你看京城哪家小子成亲3年没孩子，房里还没个通房侍妾的？也就是敬堂那孩子真心爱你敬你，但你也不能辜负他这番爱重不是？好歹得给他留个后。什么敬我爱我？这辈子我只与你一生一世一双人，而我只是他文家起死回生的一根浮木。他得了岑月心的情，还要踩着我的骨血得侯府的权。3年连个动静都没有，还有脸跪在这儿？可不是嘛！文家几代单传，总不能断在他手里。依我看，休了算了，省得站着。够了！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，闹什么闹？牧师，你且说说，叫静瑜奸讨2房，你是怎么想的？全凭父亲母亲做主。你说什么？你居然同意？失望了吗？这只是刚刚开始。侯夫人站得那样近，竟然也没听清。莫不是年纪大了，老眼昏花，耳聋眼瞎了？阿嫂，瞧瞧，这才几日，怎就瘦成了这样？上辈子我最看不上他，觉得他出身乡野，粗俗无礼，给不了兄长助力。来，大爷，您通融一下。可最后，竟是他这个乡下人撑起了穆家的脊梁，
一次次在鬼门关把我兄长拉回来。诸葛夫人，您怎么忽然来了？自然是来看我家妹子。她与妹夫感情甚笃，这一遭阴阳两隔，几乎去了她半条命。但我却没想到，最讲究体面的宁安侯府竟能如此不要脸面。亲儿子刚下葬，隔一日都不肯，就要逼儿媳再嫁。诸葛夫人，你别血口喷人！这种事传遍上京，怕也只有你们文家独一份了。你们这是想要我妹子的命？若是这样，就怪我家夫君上折子，去御前参你们一本。诸葛夫人，误会了，我们不是这个意思。不是这个意思，刚才我可是亲耳听见，你们逼我妹子同意让大伯哥肩头两房。这只是敬堂走得急，没留下后，爵位总不能断了。那我妹子不是被你们逼的都已经同意了吗？怎么，你们现在又不承认了？皆大欢喜。孙氏，你想拿肩涛当幌子来拿捏我，好让我接受那个私生子。如今我当众应下，这肩涛的苦果，你便打碎了牙自个儿咽下去吧。送去大公子那儿。夫人，大公子来了。那年我被马匪所伤，有人背着我跑了一整夜。你叫什么？我定要登门道谢。宁安侯府。我以为救我的是文敬堂，为此追着他跑了6年，直到前世文静瑜死在边县，我看到他留下的另一只南珠耳刀，原来我竟认错了6年。当年救我的人是你，对吗？身负2门香火重任，何必这般局促？谁怕了？要试什么？文静瑜，平日里装的端方君子，骨子里竟然藏着这么一股子害人的匪气。小姐，你可算醒了，事情办妥了，只是外头的动静比咱们预想的还大。哦，说说看。昨儿个文家逼您肩头的事儿，现在全京城都传遍了，都在骂宁安侯府吃相难堪，说儿子刚断气儿就逼着儿媳带嫁妆改嫁庶子，简直没天理。听说了吗？那侯府夫人孙氏把儿媳关在祠堂里，硬逼着画押呢。谁不知道穆家女视作金山？这文家是怕财神爷跑了吧？真不要脸！阿嫂，多谢你帮我站住这道德高线。既然全天下都知道我是被逼无奈才申请守候的，那这戏我就演到底。报春，即日起我闭门谢客，对外只说我忧思成疾，身体不适。另外，找人盯紧侯夫人身边的朱嬷嬷，一旦有世子爷的消息，立即来报。世子爷，小姐，世子爷他不是已经……他没死，不仅没死，还正带着心上人看我的笑话呢。他怎么能这样对你？别哭，去办吧，别让人察觉。
进来。小姐，这是您陪嫁铺子和良田的上月会账。以往每月拨给侯府宫中的那3000两银子，从今天起断了。小姐，那可是侯府大半的开销，若是断了，老夫人那边怕是要闹翻天。闹，让他们闹！我外祖是金陵首富，我娘给我留了2/3的家产。我当初当他们是救命恩人，才拿银子贴着金玉其外的侯府。上辈子他们花着我的钱，瞒着我文敬堂假死的消息，心安理得的吸我的血。这辈子我要叫他们怎么吃下去的，就怎么给我吐出来。去，把以前我贴补给宫中的账单全部整理出来，1分1毫我都要拿回来。嬷嬷，从今日起，不必再顾及侯府的生意，以往给他们的所有帮扶让利，全部慢慢收回来。老奴明白，老奴那2个儿子在外面管着铺子，定会办妥。若他们敢在外面恼恨嚼舌根，你就找人把话传得更响亮些，就说宁安侯府之所以让庶兄监讨2房，全是盯着我穆家那点备种，想要吃绝菇。上辈子我的庄子铺子跟他们混在一起用，最后竟被这群吸血鬼东拉西扯成了侯府产物。这一世我1分1毫都要理个清楚。可是小姐，若是将来世子爷死而复生回来，怪罪下来，您和世子爷之间岂不是彻底……胡说什么？他文寿坛假死脱身，眼睁睁看着侯府逼小姐改嫁奸头，他心里哪还有半分夫妻情分？就算他真回来了，小姐还能有什么好日子过？嬷嬷说的对，他既然想死，那就死得彻底一点。文静云日后必定科举外放，只要在他走之前我怀上他的孩子，那无论是穆家的资产，还是这宁安侯府的爵位，以后都是我孩子的。嬷嬷，再帮我办一件事，去外头寻几个模样身段都极佳、百依百顺的扬州瘦马。小姐，您这是……他文景堂不是自诩风流，最喜欢弱柳扶风的小娘子吗？既然他在外头舍不得回来，那我就送几个可心的过去，让他喜算算日子。岑月心也快生了，这就当是我送给他们的孽种的弥月大礼。小姐，逢春这性子一板一眼的，眼下这局面波诡允贵，老奴怕他关键时刻露了马脚，反倒坏了您的事。嬷嬷担心的极是，过2日，嬷嬷且帮我选几个机灵的小丫头，让逢春先带在身边。至于逢春，她虽然胆小，但胜在仔细忠诚，让大曹哥带带她，以后让他帮我打理账务上的事。小姐，您这是要把她当掌柜培养？逢春也是您老人家看着长大的，模样标致，做事也稳当。她虽比大曹哥小几岁，但2人若是能成，也算是一段良缘。您老觉得呢？小姐体恤，若是那混小子能娶到逢春，真是他前世修来的福分。老奴替那一家子谢过小姐恩典。说起来，那混小子前几日还跟老奴念叨，说羡慕旁人有个细心的媳妇儿，能帮着打理家事，就是他没那福气。上辈子，曹氏因娶妻不贤被迫辞任，才让文家那群狼有了可乘之机。因为生活出现有些慈目前，而逢春为了守着我，生生熬成了老姑娘。这一世，我得保住他们。嬷嬷，还有一件事，去传话给小曹哥，小姐请吩咐，让他盯着大兴那边的农户，尤其是长宁县主名下的庄子，查一查有没有因为放印子钱而闹出人命的。一旦有消息，立即来报。上辈子，哥哥因为一首诗被对手弹劾，险些被斩首。嫂嫂为了替长兄奔走喜冤，无暇顾及身边。3岁的小侄女在混乱的人群中被拐走，嫂嫂哭得双眼几乎失明。如果我能提前拿到长宁县主逼死人命的证据，就能在关键时刻反制对方，救下哥哥，保住我的侄女。老奴这便去办，绝不走漏风声。既然重来一世，我穆家的人一个都不能少。再过几日就是丞相寿诞，上一世哥哥就在此劫后没了命，这一次
我绝不会让悲剧重演。去交给嫂嫂，就说我思虑过重，身子难受，请华姐儿来陪我几日。从前文静堂总说华姐儿吵闹，说公婆喜庆。小姑姑，我要听故事才睡。好，姑姑给你讲。可笑我竟以为他是体贴我，原来他是为了让我孤立无援。文静堂，你真是阴狠至极。今日倒是有兴致。这些是什么？送你和华姐儿的礼物，觉得你应该会喜欢。上一世，我为了给那个养白眼狼文彦里求学疏通关系，将这套最喜欢的首饰送给了承安公主。说送就送了。你值得。上辈子我求周成帮白眼狼文彦里请封，还有哥哥贬官后能去江南富庶之地，原来背后都是你在帮我。你一个不受宠的庶子，到底藏了多少本事？我很喜欢，帮我戴上吧。什么时候准备的这个？就是今日瞧见觉得适合你，便买下了。今日瞧见的，这般精工质地，绝非寻常银楼所有，更不是你一介庶子的阅历能置办得起的。文静瑜，你果然满身隐秘，不过你不说，我便不问。我为你画眉，那便由着你了。越看越觉得她这容貌竟比文静潭还要俊美几分。明熙，小姐，那就在隔壁县城买了个依山傍水的园子，表小姐岑叶心就在她身边，那肚子瞧着也有8、9个月，估摸着还有月余就要临盆了。两人在外面一直以夫妻相称。文静田，你死遁脱身，不仅换了园子，还娇妻在侧，想来这开销全是那笔宫中每月贴补给娘家的1000两银子吧？他居然做出这种禽兽不如的事情！上辈子我拿嫁妆填窟窿，竟是在养你们这2只硕鼠。这辈子我倒要看看，没了钱，你们还怎么风花雪月？世子夫人，这都什么时辰了？这月的月钱银子还没到账，宫中等着米下锅呢。这事儿啊，还得劳烦朱嬷嬷亲自去问问我嫂子了。问诸葛夫人，这侯府的开销跟她有什么关系？静香走得突然，我又是这副病体。前几日掌柜们来问事儿，我力有不在，哥嫂疼我，便将我名下的产业全接过去管了。朱嬷嬷，你不去问他，该问谁？你怎么能把嫁妆交给你哥嫂？那是侯府的东西。怎么，我的嫁妆，我想给谁就给谁？难不成还要朱嬷嬷你一个奴才说了算？你这是想吃里扒外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一个贱婢也敢智慧我们小姐的决定？你居然敢动我！你可知我是老夫人的？怎么跟夫人说话呢？没规矩的东西！我哥嫂心疼我，怕我这新寡夫人在侯府受委屈，特意寻了这几个身手不错的丫头婆婆。文总管，你瞧瞧，这奴才不仅管到主母嫁妆头上，还敢对本夫人大呼小叫，该不该打？夫人说的极是，这刁奴实属该打。哼，丢出去，别在这碍眼。哟，
正说要去寻亲家太太呢，您就来了。早就听说宁安侯夫人最是疼儿媳，明熙这孩子病着，您还亲自来看望，真是京中婆母的典范啊！哪里？孙氏，这皇夫人可是我哥的通家之好，御史大夫的嫡妻。今日有她在这当见证，我看你这面子还要不要？亲家太太，您上座。亲家太太，我这妹子命苦，静通刚走，她这身子就垮了，实在没精力打理这偌大的产业。你想说什么？我夫君的意思是，与其让这些铺子庄子在明熙手里荒废，不如全数由我们穆家接手打理，所得收益定期送回侯府给明熙傍身。什么？你要把嫁妆全拿回穆家打理？这不合规矩，哪有出嫁从夫的媳妇儿把产业交给娘家管的？婆母息怒，而且也是怕宫中开支大，若在我手里亏了，没法跟侯府交代。那也不能给你哥嫂。宁安侯夫人，瞧你这话说的，嗓门这么大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妹子是把那您的嫁交给我们打理了呢。阿莹，你这话就过分了。侯府是什么样的人家？高门大户，怎么可能觊觎明熙碾子嫁妆？侯夫人刚才只是骤然听说，有些吃惊罢了。夫人一看就是最讲理的，怎么可能插手儿媳的产业？外界那些说夫想吃绝夫的胡话，夫人定是不会做的，是吧，亲家太太？是啊，这是东街绸缎铺的契书，这是大兴地界田庄的地契。既然是要自证清白，那便要逐页逐项核对明晰，分毫不能马虎。夫人，您说是不是这个理？夫人账目定然罚了，我看着生疏，劳烦先饮杯茶，咱们慢慢核对，不急一时。亲家太太，既然都对清楚了，请落个印吧，也算给外面的人瞧瞧明熙交过来时是什么样。以后若有变动，咱们穆家也得给侯府一个交代。夫人，世子爷那边催得紧，说园子里的开销、岑姑娘的补药全都要银子，宫中账上现在1分钱都拨不出来了。那个贱蹄子断了供奉，这是要把我们逼死！拿800两银子，悄悄给世子爷送去，告诉他省着点花。800两，文静晨，好戏才刚刚开始。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景堂，你看这两姐妹这般柔弱可怜，被恶人逼得走投无路，这般清丽佳人，若是真被这粗鄙之徒折辱了，实在可惜。着实可怜，市井刁徒欺凌弱智女流，本世子目睹此情，更用世家贵人的风骨做契约。二人所欠债款，今日我尽数代为结清，将欠条交出。自此往后，这2位女子由我带走。好，难得世子爷这般大方，院里伺候的人通通有赏。小姐您太厉害了！世子爷今日为了赎人，不仅花光了自己私银，还特意找友人摘下了200两。兜兜转转，这笔钱最后全数落进了咱们的口袋。他向来如此，拿着侯府的公银、婆母的私房，在外装阔挥霍，博风流美名。只是他做梦也想不到，自己倾尽大方讨好外人的银钱，最后终究要全数回到我手里，当真可笑又有趣。文静秋这段时间变着法子送我礼物，这一份算是回礼。大公子今早出门时还闷闷不乐呢，说想带您去他折腾的那个象园玩。那园子如今风头正盛，达官贵人络绎不绝，
我若是贸然前去，必定撞见满京城的熟人，徒惹闲话，不必麻烦。以前围着文静汤转，我以为夫妻之间本来就该这样相敬如宾，可现在换了文静瑜，她送首饰，送糕点，甚至送草编的扎蟒，这种被珍视的感觉，文静汤给不了。不过这一世，我不再为情沉沦。文静风，既然你救我一命，我便还你一个世子之位。文静谈，你怎能在此风流快活？你当初对我许下的白首承诺，一生独宠，全都不算数了吗？我的肚子好痛，静谈，救救孩子！小姐，隔壁园林传来消息，表小姐动了胎气，连夜造产，疼了整整2天2夜，才勉强生下一名气息微弱的男婴。表小姐身子大亏，彻底伤了根本，往后怕是难以再孕，连日卧床不起。不过短短半月，他便早已移情别恋，另寻温存。岑月心，这便是你不顾一切、背弃一切、拼死抢来的良人。文静谈这种男人，承诺和感情对他来说最是廉价。快点，轻放，别磕了脚。这些长命锁、虎头帽，还有上好的燕窝补品，全都一并送过去。你悄悄转告世子爷，这是咱们侯府正经嫡孙，往后半点委屈都不能让孩子受。夫人尽管安心，这些物件老奴都是在外头隐秘铺子顾办采购，半点没有动用府里原有器物，定然不会让世子夫人察觉端倪。你办事我放心，来，都抬进去吧。世子爷，他不是早就入土为安了吗？那个灵牌、那口棺材、那场葬，全是假的。夫人，六子回来了。带进来。是。夫人，奴才跟到了城郊别院，奴才亲眼看见了谁？说。我看见了本该病逝的文世子爷，他活得好好的，就在那别院里。好得很，堂堂宁安侯府，竟敢做出这等欺世瞒天、龌龊荒唐之事！唉，连年大旱，良田绝收，如今连种子都没有，往后的日子根本熬不下去。一家老小等着吃饭，实在走投无路。我眼下只能想着去借印子钱度日。千万别碰！去年隔壁村老张家，便是因缺种借了3两印子钱，本想秋收还债，不料遭遇大旱，颗粒无收。这印子钱极为狠毒，短短半年，3两银子的债就翻成了30两天价巨款。催债恶仆日日上门，抢光了他家仅剩的口粮与农具。张家被逼得万般无奈，狠心卖掉7岁女儿抵债。可卖女的银钱根本填不上巨额债务。夫妻俩昨夜抱着幼子一同投河，好好一户人家就此绝土。
郡中权贵私下放贷牟利，致使多户百姓家破人亡。皇城之下罔君伐法，恳请复还百姓公道。速速散去！此地乃是官属重地，不可聚众喧哗。大兴案发，长宁郡主这回是撞到了丞相的刀尖上，而我穆家也该在朝堂上站稳属于自己的位置了。长宁郡主身为宗室，竟敢在朕的眼皮子底下草菅人命！传朕旨意，命大理寺全力以赴彻查长宁郡主放贷一案，所有经手之人，所有涉案账目，哪怕牵扯到皇亲国戚，也给朕一查到底。臣领旨，令御史台全程监督纠察，逐条核实惨案真相，务必查清根由，严惩不贷。朕要给这天下百姓一个交代。臣领旨，定不负圣望。长宁郡主这回是彻底完了。嘘，圣上这是要拿长宁郡主开刀，杀鸡儆猴啊！咱们那些账，这案子一查，京里多少人家要被掀了底朝天，得赶紧处理了。宁熙，你与文静瑜如今处得怎样？嫂子，她比静涵确实不同哦。她每日回来都会带些小物件逗我开心，会照顾我的感受，就连内侍也比静涵更让人愉悦。我是真不知道，原来人的日子还能这样过。以往真是辛苦我们明熙了。文静瑜，我今日心里很不舒服。心里烦闷便尽管说，不论想要什么，我都替你寻来。侄女华姐儿生辰将近，你送我2套多宝阁顶尖的头面首饰，我拿来当做礼物送给她。好，明日一早，我便让人将头面送到府中。我看过你的文章，格局博大，立意深远。你如今在书院苦读，是想走科举入仕的路子？嫂子，哥哥怎么突然约他？你哥去他学院打听过了，这文静瑜虽流落在外多年，但品行端正。你哥的意思，得亲耳听听他的打算，咱穆家才好应对。应对什么？傻丫头，你还真打算让他奸讨两房，委屈自己跟别的女人共用一个男人？那不然呢？名头都定下了。哼，名义上说说就行了，只要你心悦他，他就只能是你一个人的男人。你爹娘当年恩爱了一辈子，没教过你这点出息。入仕虽好，但起步艰难。你有没有想过走世家的捷径？比如先当个宁安侯府的世子。哥哥竟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，他这是要直接推文静瑜上位，顶戴文静魂。你哥自有办法，你且听着。爵位虽尊，但若无实权建树，不过是虚名。哦，你也觉得如今天下的新政利国利民？可我看你平日在书院极少与有人畅谈此事，仅有的几句评价也是操之过急。家国体量巨大，思想不一，极难做到上行下道。若是由来做，我会避开京城风暴，先选地方试行，有点极面。上一世他正是这样做的。秋闱后主动申请下放益州，带了一群同窗在地方推行新政，10年间将匪患之地之治理成塞上江南。原来从这个时候起，他就已经规划好了未来。好志向，由地方推及州郡，好一个有点极面。明熙，听他这意思，日后是铁了心要去那穷山恶水的地方任职。若是他走了，你怎么办？嫂子，糊涂了。只要我想，这天下哪里住不得？对啊，我怎么没想到？先让他当上世子，你就是名正言顺的世子夫人。等他科举高中，就是世家子弟里头一份。到时候圣上器重，定会派他去个富庶的地方，你直接跟着去上任。不过，你哥可得加把劲儿，非得把这文静瑜压得死死的才行。不然这小子日后若是让你受了半点委屈，咱们穆家绝不答应。嫂子放心，我省的。诸位，今日我儿满月，大家不醉不归。哟，对面那是谁家办喜事儿？瞧那老夫妇像极了宁安侯府那2位啊！
宁安侯府。看来在下的眼神还是好使的。各位同僚，方才可都听见了，看清了？陛下，误会，全是大大的误会啊！那人只是内子一个长得像敬堂的远房亲戚，臣看他可怜才认了亲。亲戚能住进你准备的别院，亲戚能让你堂堂宁安侯在这骗婚欺君。敬堂死时尸体被鱼啃烂了，臣是怕内子伤心过度才就地掩埋，那是衣冠冢啊！臣已经给庶子请封世子了，如敬堂还活着，臣疯了不成？好，很好。陛下，宁安侯府之事虽荒唐，但此物或许对新政更有利。好，写得好！先日行地方有点极面，此子言之有物，绝非那群只知吸血的世家子可比。此手札正是由那待请封的文家庶长子文敬瑜所述。文敬瑜，他在民间长大，此子通晓百姓疾苦，亦有世子之名。若用他寒门与世家的僵局，在他身上兴木可破。既然宁安侯想保全门面，朕就成全他。传旨，封文敬瑜为宁安侯世子，即刻入朝。文敬坛，你既然想死，那朕就让你这辈子都别想再活过来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宁安侯府庶子文敬瑜才德兼备，堪当重任。今册立文敬瑜为宁安侯府世子，承袭爵位，辅佐朝政，恪尽职守，钦此。臣领旨谢恩，吾皇万岁万万万岁！臣文敬瑜遵旨。贱人，我就知道你是个不安分的，早知今日，当初就不该认你回来！你这个小杂儿！泼妇，你在胡说什么？真要害死本侯，你才甘心吗？就差一点就被禁卫军拖走，五马分尸了。文建中，你竟然为了这个庶厮打我！今天这局面，难道不是你造成的？那个小畜生色令智昏，为了个女人连爵位都不要了。他胡来的时候，可想过我这个老子会被皇帝问罪？这侯府爵位他不想要，多的是人想要。只要宁安侯府在一天，我文家就有荣光体面。可他竟然要掀老子的桌子！从今日起，你不准再罢黜侯府半步，更不许私下接近那个孽障。我倒要看看，断了侯府的供养，他和他那个新奸子能活多久？你要软禁我？文建中，当初敬堂假死，你不也是同意的吗？你说皇帝亲政要清算世家，你不想被清算才……再敢胡言乱语，你就滚去家庙，跟青灯古佛过一辈子！文静瑜，你怎么了？别离开我，好不好？你是因为知道文敬堂没死，担心我会回到他身边。傻瓜，你猜我哥嫂是怎么发现文敬堂的？没错，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他假死。那当初你同意也是故意的，你真正选的人是我选的，难道不乐意吗？自然是千百个愿意。那你猜我们的孩子愿不愿？我要做父亲了。明熙，你都不知道，为了能与你在一起，我究竟能做出什么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得知自己身世的他，为了能有资格匹配穆家女，第一次自报了宁安侯府的名号。去把夫人同意奸陀的事，以最快的速度传遍全京城，绝不能让他有反悔的机会。原来你也是个不声不响干大事的。不是，这孩子是我们给敬堂找的嗣子。既然敬堂入土了，你便将他过继到你名下，当成嫡子教养。文彦礼，这一世我还没给你取名，你便只是个无名无分的野种。母亲别说笑了，儿媳已经怀孕了。
静蛮的四子理应是我腹中这个才对，母亲怀里这个是从哪儿捡来的野种？这种身份怎堪侯府四子重任？你怀孕了？这怎么可能？景堂他还没死，你就跟了旁人，你这个不知廉耻的女人！母亲这话说的可笑，不是您和父亲逼着大伯监讨两房的吗？再说，文敬堂他到底死没死？若是没死，你为何逼我给他留后？若是死了，你怀里这个又是从哪儿来的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父亲，你也觉得这些话能随便说吗？不如我让我兄长上书问问圣上，既然世子已死，为何又叫宗父监托？为何现在又要抱回一个身份不明的外世子冒充嫡系？宁安侯府究竟是要欺君还是想要造反？牧师，你误会了，这孩子怎么可能是敬堂的外世子呢？他早就已经入土为安了。侯爷，这可是咱们的亲！住口！父亲既然明白，那就好。你母亲是看这孩子无父无母，一时糊涂。既然你已经怀了静瑜的孩子，静瑜如今是世子，你们又是奸桃，这孩子自然是你肚子里那个才是唯一的嫡子。父亲说的是。恭喜世子，终是得偿所愿。这些虚名本不在意，只盼能给你们母子争个安稳前程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宁安侯世子文敬瑜才学兼备，社稷之才，特授江南要职，即刻整装待任，不得有误。钦此。臣领旨。世子爷，江南可是个肥差，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的福分，您可得好好把握呀。江南富庶不假，可那是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。世家盘踞百年，贪婪成性，圣上这是要我去当那破局的刀。我不怕那些老狐狸，可你快生了，这节骨眼上，我如何能远赴千里？你向来心怀天下，这是利国利民的抱负，难道真要为了我们母子就此搁置？抱负什么时候都能争，可你与孩子，我片刻都不想离开。其实，江南最该娶的人不是我，而是徐普。他出身商贾，比谁都清道那些世家是怎样与民争利的。只有他那样的老江湖，才能真正把江南的皮撕开。徐普，上辈子江南新政的确是徐普推行的，靖瑜的心思竟比圣上还要深远。我身为侯府世子，留在京城制衡朝堂，推动新政落地才是上策。可丞相和圣上铁了心要磨我的性子，胜利难为，我只能先准备行囊，只盼这孩子能慢些出世，再等等爹爹。生意难测，你怎知天意会不会另有安排？明熙，胜利难为，江南这一去，我最放不下的就是你。去吧，江南虽难，但我信你的本事，别为了我让这身才华明珠蒙尘。侯爷，世子爷，夫人，不好了！侯爷在翠红楼突发马上风，破了！父亲没了，圣旨自然也作废了。原本3年的变故，这一事竟提前了这么多。文静瑜，这京城大事终究是你的了。老夫人，老侯爷他没了！快请御医，把老夫人抬进屋里，小心她的头！快去烧热水。母亲别急，
上一世我伺候了您11年，端茶倒水，忍气吞声。您临了还骂我是丧门星，逼我护着您的好孙子。这辈子我不欠您的，您就在这屋里守着您那没上族谱的宝贝孙子，慢慢熬吧。这两个贱人给我卖到最脏的窑子里去，越远越好。姑父，谁让你卖了我的人？你好大的胆子！文静田，你看看你现在的鬼样子，没了侯府，你就是个连饭都吃不上的软脚虾，我何苦跟你来这鬼地方吃苦？若不是为了你，我还是高高在上的世子，是你这狐狸精害了我。我是宁安侯府世子，我本该是侯府主人，我本该荣华富贵，一世无忧，错了，全都错了，我才是世子，我才是个侯爷，你们都在逼我，我不该为了你弃了侯府，不该假死，不该啊！我儿是御前侯人，我是宁安侯夫人，我是侯夫人。哪来的疯婆娘？这世上早没宁安侯了，只有宁国公。静瑜，你看那人，不过是个陌生的疯子，别误了眼。走吧，圣上还等着咱们进宫赴宴。